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遭遇的所有不顺心，都是因为你灵魂里堆满了发臭的垃圾，你相信吗？先别急着反驳，大家静下心来想想，是不是不管你换了多少份工作，去庙里抢了多少次头香，那种深深的焦虑感、卡关感，依然像影子一样甩不掉。在佛学里，这就叫业力挡道。你的内在早就长满了贪嗔痴的杂草，这时候你花钱买再多的转运物，求再多的神，就好比在堆满垃圾的客厅里挂上一幅名画，根本无济于事。你唯一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把垃圾给清出去，把毒素排出去。这个清垃圾的动作在佛学里就叫做消业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这灵魂里的垃圾到底该怎么清呢？很多人会跟我说，我知道，我去庙里拜拜，我多捐点钱，我去放生。哎呀，这真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真正的高手，那些古代的高僧大德，他们早就发现了，这天地之间有3个最特殊的场域，这3个地方不是让你去观光旅游的，是专门给你那个疲惫不堪的灵魂洗澡用的。这3个地方去对了，那是真的能救命，真的能让你翻身的。今天我就要来跟你们讲一个真实故事，带你们去看看这3个能起死回生的救命道场究竟在哪里。看完它，你会掌握将这杯浑浊的人生泥水彻底变清澈的终极密码。这可不是我随便说说的，这是有1000多年历史验证的真理。把时间拨回到1300多年前，有一位后来成了一代高僧的慧远禅师，但在他成佛做祖之前，那日子过得真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还要惨上10000倍。他从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大少爷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变成了被流放千里的阶下囚。那种绝望，那种恨啊，真的是要把天都烧出一个窟窿来。各位，故事一开始的慧远简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生胜利组。他家是做丝绸生意的，真正的豪门大户。父亲是个大善人，平时修桥补路，施粥济贫，一样也没落下。慧远自己呢，19岁饱读诗书，一表人才，正准备要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这辈子就是顺风顺水，娶个漂亮太太，当个清官，最后儿孙满堂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世事无常。就在他人生最得意、最灿烂的时候，一场弥天大祸就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。那一年，城里来了个新的节度使，一看就是个贪得无厌的酷吏。他看上了慧远家几代人积攒下来的万贯家财。坏人要害你，还需要理由吗？这个贪官勾结了当地的恶霸，直接给慧远的父亲扣上了一顶通敌卖国的大帽子。一夜之间查封家产，全家下狱。你试想一下那个画面，昨天你还在书房里喝着高山茶，读着圣贤书，今天就被带着枷锁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19岁的慧远发了疯似的在外面跑关系，变卖了所有能藏起来的首饰，去求那些平日里跟他父亲称兄道弟的叔叔伯伯。结果呢，世态炎凉啊！以前那些巴结他们家的人，现在一个个躲得比鬼还要快，甚至还有人为了讨好那个狗官，反过来踩上他们一脚。3个月后，噩耗传来，他那个一辈子行善积德的父亲死在了狱中。官方给的说法是畏罪自尽，但慧远心里非常清楚，父亲是遭了毒手，被活活折磨死的。紧接着判决下来了，家产全数充公，慧远被流放，终身不得归。各位，这一刻慧远的心彻底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团火，一团要把他自己烧成灰烬的恨火。在被押送的路上，慧远就像一具行尸走肉。那时候他还不懂佛法，也不懂因果，他脑子里只
只有无穷无尽的为什么。他在心里狂吼：老天爷，你瞎了眼吗？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好事，为什么不得好死？那个酷吏坏事做绝，为什么还能升官发财？这世上还有公道吗？还有天理吗？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突然遭遇裁员、背上巨债或者重病一场时，那种叫天天不应的无力感。注意听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这就叫做业火烧心。慧远这一路上满脑子都是极度的愤怒与不甘。佛家常说，贪、嗔、痴是人生的三毒，而嗔恨心是其中破坏力最强的毒药。他心中的那股怨气，那股恨意，就像熊熊烈火一样，正在疯狂烧毁他的清净与福报。因为怨气深重，他的心智被痴所彻底蒙蔽，整个人深陷在痛苦的幻象中。佛家讲，心生则种种魔生。一个人如果内在的恶业翻腾，三毒炽盛，外在的病魔和邪气自然就趁虚而入。那时慧远被流放的是什么地方？那是蛮荒之地啊，湿气重，瘴气多。慧远这就是典型的业障现前，福报耗尽。他心中的那把业火就像毒药一样，正在一步步吞噬他的生机。走了还不到1个月，他终于撑不住了，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，整个人瘦得像把干柴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押送他的那2个差役本来就嫌他是个累赘，看他病成这样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2个人一合计，心想，反正流放犯死在路上的多了去，带个死人走多晦气啊。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，他们把慧远像丢垃圾一样扔在了一棵大树底下，留了2个发霉的馒头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此时此刻的慧远躺在泥水里，浑身发烫，意识模糊，雨水打在他的脸上，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了。他心里最后的一丝光亮也彻底熄灭了。他心想，死就死吧，死了也好，死了就能去见爹了，就不用在这个肮脏的人世间受罪了。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，此刻就像一只濒死的野狗，绝望地等待着黑白无常的勾魂锁。但是各位，命运这个编剧最喜欢在绝处逢生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在这个生与死的边界线上，他并没有等到鬼差，反而等到了一样东西。那是一阵钟声，那声音穿透了雨幕，穿透了他混沌的大脑，直击他的灵魂深处。那个痛苦万分的慧远就循着那阵钟声，手脚并用的在泥地里往前爬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他终于爬到了那座寺庙的门口。这座庙叫做归元寺，这名字取得真好啊！什么是归元？就是回到本源，把你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世俗习气、贪嗔痴慢疑统统都洗掉，让你看看自己最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。但这间庙破得很，墙皮都剥落了，屋顶的瓦片也缺了一角，根本不是那种香火鼎盛的大庙。慧远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推开门，看见院子里有一棵老得树皮都裂开的菩提树，树下坐着一个老和尚。这老和尚胡子全白了，眼皮耷拉着，像是在打瞌睡。慧远爬进去，刚想张嘴喊救命，老和尚突然睁开了眼睛。各位，那是一双怎么样的眼睛啊？金光四射，就像扫描机一样，瞬间就把慧远从里到外扫了个透彻。老和尚开口的第一句话，不是问你是谁，也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，而是说了一句让慧远摸不着头脑的话。他说，施主，你心里的那个结比你身上的病要重10000倍啊！慧远一听，眼泪哗的一声就掉下来了。他心想，这世上终于有人懂我了。
于是他就像倒豆子一样，把自家的冤屈、父亲的惨死、那个贪官的恶毒，一边哭一边嚎，全部都说了出来。他说完之后，本以为老和尚会安慰他，会跟着他一起骂那个狗官，结果呢，老和尚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反问了一句：讲完了？慧远愣住了，老和尚站起身来，指着大殿里那尊斑驳的观音像，厉声说道：讲完了就进去跪着，每天卯时给我跪够300个头。一边跪一边想你自己这辈子做过的错事，想不出来就不准起来。各位，你们要是慧远，你们气不气？慧远当时就炸了，他梗着脖子大喊：大师，我是受害者啊！我父亲是被冤枉的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错的是那个狗官。你要我忏悔，老天爷才应该向我忏悔。老和尚笑了，那个笑容里透着一股看透世间人情冷暖的悲悯。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水准的话，这段话我建议大家都在心里记下来。他说：孩子，你看到的因果只是这一小段，你只看到下游的水浑浊了，却不知道是因为上游昨天下了场大雨。你觉得自己这辈子无辜，那你上辈子呢？你觉得自己现在受苦是冤枉，那你以前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那是谁给你的福报？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啊！老和尚指着他的胸口说：你现在的怨气就是最大的业障，这个毒不排出去，我今天就是给你吃人参、吃鹿茸，你也活不过3天。去跪，把这股毒气给我跪出来。慧远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只能硬着头皮去跪。在这里，我要跟各位讲讲磕头，也就是礼拜的深层原理。你以为佛菩萨稀罕你那几个响头吗？不是的，在佛学里，磕头从来不是为了讨好神明，而是为了降服我慢。人为什么痛苦？因为我执太重，总觉得我最受委屈，我最无辜。当你双手合十的时候，是收摄你散乱的心；当你弯腰趴下去，五体投地的时候，你是把你那个高高在上的自我，那个骄傲的大少爷彻底放下，贴在最卑微的尘土上。这在佛学里叫做以身业清净，破除我执。一开始，慧远是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在跪的，每磕一个头，心里就骂一句那个狗官。膝盖磨破了，血渗出来粘在裤子上，腰也痛得像快断了一样。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跪到第10天的时候，他骂不动了，身体极度的疲惫，反而让他的脑子空前的清醒。在那个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呼吸声的大殿里，老和尚的话开始在他脑海里回荡，想你自己做过的错事。他开始反思，我真的完美无缺吗？记忆的大门一旦打开，很多以前被他忽略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。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穷，亲戚来借米，他嫌人家脏，偷偷翻了个白眼。想起来当大少爷的时候，对家里的丫鬟仆人呼来喝去，从来没把他们当人看。想起来父亲教训他要惜福，他心里却在嘀咕，反正家里有钱，浪费一点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各位，这就叫做觉知啊！以前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无辜的人，现在回头一看，原来自己那颗心里早就长满了傲慢、冷漠和自私的杂草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趴在那个蒲团上，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流下了眼泪。这一次不是委屈的眼泪，而是羞愧的泪水。他哭着说，我错了，原来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现在受的这些苦，也许真的是我欠的债。就在这一念之间，奇迹发生了。当他心里那个最大的怨气疙瘩散开的时候，他感觉胸口那种压得透不过气的感觉突然就消失了，一股暖流从他的尾椎骨
直冲头顶。那天早上跪完，他走出大殿，发现天怎么那么蓝，空气怎么那么甜。他那个病恹恹的身体竟然觉得饿了，想吃饭了。老和尚站在树下看着他，微微一笑。第一关过了，看来你心里的毒排得差不多了。各位，这就是第一个救命道场，也就是寺庙。它的核心功能从来都不是让你去求保佑的，它是给你照镜子的。它强迫你停下来，扒开你的皮，让你看看自己骨子里到底藏了多少傲慢与无明。只有看见了污垢，你才能把它洗掉。这个过程就叫做发露忏悔。但是慧远啊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心头的毒虽然排了，但那个病根还没拔干净呢。老和尚走了过来，递给他一个装着干粮的布袋，指着后山那片云雾缭绕的深山老林，对他说：这里你不能待了，去那里，去那个连鬼都没有的地方，那是你的第二道关口。慧远愣住了，问：去那里做什么？老和尚烧着眼睛，高深莫测地说了一句：去学一样东西，学怎么把你自己给扔掉。各位，就这样，慧远背着个破包袱，按照老和尚的指点，一头扎进了茫茫的云台山。这第二个道场，也就是深山，它跟寺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在寺庙里，虽然日子清苦，但至少还有点人烟，有师兄弟，有晨钟暮鼓，在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。可是到了这深山老林里，嘿，那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这老和尚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他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在佛学里叫做修禅定与止观。佛家常说，人的念头就像心猿意马。慧远虽然在庙里忏悔了，但他脑子里那只狂躁的猴子还没有停下来，妄念还在不断攀援。他脑子里有一台播放妄念的录音机，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循环播放。我好惨啊，我好恨啊，我不甘心啊。这个录音机如果不关掉，他的业障就永远断不了。而要关掉这个录音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外在的6尘干扰。这6尘分别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在极致的孤独中直面自己的本心。刚进山的头几天，慧远还觉得挺新鲜，采采野果，喝喝山泉水，觉得这也算是一种隐士的浪漫。可是过了1个礼拜，问题来了，这种安静根本不是一种享受，而是一种恐怖。没有市井的喧嚣，你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，野兽嚎叫的声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你自己心跳的声音，以及你脑子里那些压都压不住的念头，那些他以为在庙里已经忏悔掉的委屈，就像疯狂反扑的敌人一样，变本加厉地杀回来了。晚上躺在那个冰冷的石洞里，他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他想，那个害死我爹的贪官，现在肯定在喝着花酒。我当年要是再聪明一点，是不是就能救下全家？这些念头就像毒蛇一样在钻他的心。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对着空荡荡的山谷大吼大叫，吼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根本没有人理他。这就是所谓的戒断反应。他的灵魂在这一刻正在经历最剧烈的挣扎与撕裂。这种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有一天傍晚，慧远实在是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，他像个废人一样瘫坐在悬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两眼发直。这时候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悬崖边的一棵老松树上。慧远盯着那棵树，看着看着，突然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，整个人定住了。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呢？它长在贫瘠的石缝里，一半的树干已经被雷给劈焦了，黑乎乎的，早就枯死了。但是它的另一半身子却依然苍翠挺拔，
针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充满了生机。慧远就这么盯着它看了一整夜。他发现风来了，这树就摇一摇；雨来了，他就默默受着。那一半死掉的枝干，他没有哭天喊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好惨，我为什么死了一半？”而那一半活着的枝叶也没有在那边炫耀说：“你看我多牛，我还活着。”他就是那样子存在着，不悲不喜不迎不惧。那一刻，慧远的内心突然变得无比澄澈。各位，到底什么叫做放下？如果你手里紧紧抓着一块烧红的炭火，我叫你放下，你还需要我教你怎么放的姿势吗？你烫到了，自然就扔掉了吗？慧远之所以一直放不下，是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些恨，那些过去是实实在在的，他死死抓住不放，以为抓住了就能改变什么。但你看看这棵树，枯荣并存，这就是天道，也是佛法讲的缘起缘灭。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就像那半截枯死的树干，它已经成了定局。你再怎么恨，它也活不过来。而你当下的生命，就像那半截绿叶，你再怎么不管它，它也要顺应因果，继续生长。当慧远在这个山洞里，把他身上最后一点作为富家大少爷的骄傲剥离掉，把他对公平的执念剥离掉，把他对未来的恐惧剥离掉，剥到最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清净本心，和这天地万物融为一体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脑子里的那台妄念录音机突然断电了，世界安静了。他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，对着那棵老松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他不是原谅了仇人，他是放过了自己。那个曾经让他咬牙切齿的狗官，在他心里不再是一个必须要杀之而后快的恶魔，而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可怜虫。那个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冤案，不再是一个要把他压垮的大山，而只是他生命剧本里的一个章节翻篇了。他在山里又住了2个月，这时候的他眼神变了。以前他的眼神里是火，是刀子，现在他的眼神就像那山涧里的潭水一样，深不见底，又清澈透亮。有一天清晨，他看着洞口的第一缕阳光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该走了。他没有半点留恋，收拾好那点破烂的行囊，走出了大山。这一出山可不得了，虽然他口袋里还是身无分文，但是他的气场已经完全变了，一个真正的圣人即将诞生。各位，我们接着讲。慧远下山了，经过在深山里的调养，他的眼神定住了，但他心里还是有一个大大的疑问：老和尚说的第3个地方到底在哪里？难道是另一间更灵验的庙，还是一座更高的山？其实都不用找，老天爷马上就把考题送到了他的面前。他刚走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镇，就听到路边传来一阵哭声。走近一看，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婆婆，坐在药铺门口不断地抹眼泪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老婆婆的儿子得了重病，急需要一味药来救命，但这药费要3两银子，老婆婆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，只能坐在这里哭。慧远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比脸还要干净。以前作为富家大少爷的他，随手掏张银票就解决了，但现在他就是想帮忙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前面突然闹哄哄的，原来是一个路过的丝绸商队，马车的轮子陷进了一个巨大的泥坑里，那几匹马怎么拉都拉不动，天快黑了，领头的商人急得直跳脚。慧远一看，二话不说，卷起袖子就冲了上去。他在山里练出来的力气派上用场了，他用自己的肩膀死死顶住车轮，把自己当成了一根杠杆，1、2，起。随着一声怒吼，那沉重的马车轰的一声，硬生生的
被推出了泥坑。慧远累得瘫坐在地上，浑身上下全都是泥浆。那个商人赶紧跑过来道谢，掏出了一锭5两重的银子，递给慧远说：“这位壮士，多谢你仗义出手，这点钱拿去买口酒喝。”慧远看着那锭银子，要是以前他看都不看一眼，要是刚被流放那会儿，他肯定赶紧揣进怀里当盘缠。但此刻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他自己，而是那个还在哭泣的老婆婆。他把银子推了回去，指着药铺门口说：“老板，这钱我不能要，如果您真的想谢我，就把这锭银子给那位老婆婆吧，她儿子还等着这笔钱救命呢。”商人愣住了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自己穷得像个乞丐，却想着帮别人的人。商人深受感动，不仅把银子给了老婆婆，还多给了慧远一些干粮。当老婆婆颤颤巍巍地给慧远磕头，那个商人紧紧握着她的手，对她说：“好人有好报”的时候，轰隆一下，慧远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流。这股暖流比他在寺庙里磕头时的那种轻松还要强烈100倍，比他在山里看松树时的那种平静还要火热100倍。那是一种慈悲心彻底爆发的感觉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了，第3个道场不是庙，也不是山，而是这里，是每一个你需要伸出援手的当下，是每一个你能利益众生的地方。这就叫做红尘炼心。老和尚真的没有骗他，寺庙是帮你排毒，也就是持戒和忏悔；山林是帮你清心，也就是修定和放下；而红尘是让你发光，去修慧和行善。如果不去行善布施，你修了那么多定力要干什么？难道就在山洞里当一块石头吗？只有当你把这股慈悲的能量释放出去，去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你的菩提心才算真正升起，生命的修行才算圆满。从那天起，慧远彻底变了。他在那个蛮荒之地帮农夫插秧，教穷人家的孩子识字，懂一点医术，还免费帮人看病。慢慢的，当地的乡亲父老都忘了他曾经是个罪犯，大家都尊称他为慧远先生。各位，这就叫做改命啊！你们听懂了吗？命不是老天爷定的，是你自己造出来的。以前慧远的业力是怨，吸引来的就全都是倒霉事。现在他种下的因是善，结出的果就全都是贵人和福报。5年后，朝廷大赦天下，因为他在当地名声实在太好了，官员特意上奏，不仅免了他的罪，还想举荐他去做官。面对朝廷的诏书，他笑了笑，婉拒了。他回到了城外的那座归元寺，那棵老菩提树还在。老和尚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：“回来了，这回像个样子了。去，把院子扫一扫，准备接客吧。”慧远好奇地问：“师父，接什么客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接那些像当年的你一样满身业障、走投无路的苦命人。”从此以后，慧远正式剃度出家。他在圆寂之前给弟子们留下了那句著名的遗言：常去寺庙修忏悔，常入山林学放下，常行善事积福德，此3者缺一不可，乃转命之枢机。各位朋友，故事听完了，但修行不是只听别人的故事，而是要改写自己的命运。我知道很多人会想，我明天还要上班还房贷，哪有时间跑去深山老林里看松树？问得好，现在我们要把慧远禅师这套转运大法拆解成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指南。我要用佛法戒定慧的最高指导原则，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彻底捅破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根本逻辑，佛经里那句振聋发聩的话：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播种的时候，那个种子是不纯的，那么长出来的果实一定也是歪七扭八的。很多人抱怨，我天天吃素，为什么还会生大病？我一听，他一边吃素，一边在心里气那个不孝顺的儿子。你看，这就叫因地不真。你嘴巴上是在吃素，但你的心里却在不断分泌贪嗔痴的毒素。业力其实就是一种惯性，你遇事不顺，是因为你过去几十年养成了错误的造业惯性。而这3个道场正好对应着佛法的戒、定、慧，缺一不可。道场从来都不在别处，就在你的心里。第一步，发露忏悔，独处的灵魂扫描室。对应戒，很多人去庙里是去跟菩萨做生意的，提着水果扑通一跪，心里盘算着菩萨保佑我股票涨停。胡闹，你满脑子的功利心，这叫在佛前造业。真正的做法是进庙门前，或者当你一个人在深夜的阳台时，把手机关机，闭上眼睛，给自己做个灵魂扫描，把你这周做的事扫描一遍。我有哪句话说的太刻薄了？我有哪个念头太自私了？承认自己错了，你心里的那个业障脓包才能挑破。这就叫诸恶莫作，这就是真正的持戒与忏悔。第二步，戒静修心。大自然中的禅定对应定。现在的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，欲望横流，每个人几乎都是心浮气躁。你必须回到大自然，用天地的空性来降服你虚妄的妄念。去大自然里把鞋子脱了踩在草地上，这不仅仅是散心，而是修观照无常。当你坐在树下看着落叶，去体会佛法说的成住坏空。自然界只有春夏秋冬的更迭，没有好坏对错的分别心。你心里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，在天地无常面前算什么呢？接纳一切因缘和合，把它清空，这就叫放下修定。第三步，红尘布施，不花1毛钱的转运，对应慧，这个最关键。前2个是排毒，这个是积累福报。很多人说我没钱怎么行善？错了，行善布施是佛法6度之首，不仅限于金钱。我给你们3个不花1毛钱的布施秘方。第一，口德是最好的风水。看到别人出糗，你不嘲笑；听到流言，到你这里截止。第二，言施是最贵的布施。你在外面受了气，推开家门前，把臭脸收起来，给家人一个笑脸，就是在养家里的祥和之气。第三，举手之劳，电梯门快关了，帮后面的人按个开门键。下雨天开车，路过水坑减个速，你让别人的心生欢喜，天地间的善缘就会源源不断流向你。这3步缺一不可，每天做一点，你的命运齿轮就开始反转了。总有人会问我，你讲的我都懂，但我家大门对着电线杆，是不是还要挂个八卦镜挡一下？各位啊，这叫本末倒置。六祖坛经里说得好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。这个方寸指的就是你的心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你是一个满心怨恨、尖酸刻薄的人，我就算把你家搬到皇宫里去住，那个皇宫对你来说也是个凶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每分每秒都在向外发射毒气。反过来看，就像慧远禅师那样，哪怕是被流放到蛮荒之地，因为他心念一转，开始慈悲济世，那个流放地就变成了道场。你心存善念，你就自带光芒，这就叫做境随心转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的人生现在就是一杯浑浊的泥水，你要怎么让它变清澈？你是拿一根棍子在里面拼命搅动吗？错了，你越搅，水越浑。这就像是你现在的焦虑和抱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唯一的办法是静置和注入清水。
静智就是去独处忏悔，去修订放下，让泥沙自然沉淀；注入清水就是去行善，去布施，让干净的福报源源不断地进来。只要你坚持这么做，那杯浑水迟早会变成一杯清澈甘甜的好水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在结束之前，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特别的动作，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用心地打出这4个字：夜宵福至。这不仅仅是4个字，这是一张你向宇宙发出的善愿。当你在打出这4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心念是安定的。我们成千上万的朋友一起发出这4个字，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共振磁场，加持在每一个留言的人身上。相信我，只要你心诚，业力终将消散，福报必将如期而至。茫茫网海中，能在今天结下这份善缘，是你我共同的福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启发，欢迎你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更期盼你能把这份善念分享给身边那个正需要一点光亮的朋友。这本身也是一种不花1毛钱的微布施。让我们一起在红尘中炼心，把人生的水越滤越清。我们下期见。